最强魔法使遭到手下暗算，被困荒岛。负责守护时间长里的索布一族正在复活绝缘之树。每当一颗果实飞出，所在之地的人们都会化为钢铁而死。绝缘之树的所有果实都会飞往本体的所在之地。真广和基野一直追寻着果实的去向，就算左门再怎么隐藏绝缘之树，也无法隐藏果实飞来的路线。叶枫非常自信，他已经锁定了左门的据点，他是最强的魔法使，就算集全族之力也无法与他对抗，所以左门才会将他丢到无人的荒岛。索布一族为复活绝缘之树本就非常勉强，稍有差错就无法控制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那样的话，不仅无法达成目的，还会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灾难。一旦绝缘之树陷入疯狂，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只有叶枫，所以左门才没有直接杀了他。左门是个现实的男人，为了以防万一，做出了种种最坏的打算，自然也做好了随时都将叶枫送回的准备。而叶枫也要利用这一点。绝缘之树的复活本就十分困难，他们还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准备，外部稍有不对就要擦枪走火。只要真光和基野能防御绝缘之树的复活，为了控制局面，左门就不得不将他接回去。叶枫很自信，因为他从心底认为自己受到起始之树的庇护，创造时间长里的起始之树，以及断绝粉碎时间长里的绝缘之树。过去想要毁灭世界的绝缘之树被起始之树击败，身体被拆成碎片封印于各地，而起始之树也遭到巨大的创伤，陷入沉睡。索布一族的使命是在起始之树复原之前，把绝缘之树的果实收集起来，并阻止它的复活。为此，索布之人能借用起始之树常理之力，而受到起始之树庇护一族的公主，由叶枫掌控一切是理所应当的。但基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真光打断他的沉思。叶枫藏匿的模具水族馆到了，模具就埋在中庭的鲸鱼骨骼之下。左门的手下哲马为了寻找模具也来到了这里，水族馆的鱼类也已经化为硬邦邦的钢铁。基野曾和爱华来水族馆约会过，事件有因果，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和不幸都是为了最终出现的美好结局。爱华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纯粹的不幸，他们背着真广偷偷交往，肯定也是未来某个结局的伏笔。两个人刚从标本下面挖出模具，哲马追在这手下赶到了。哲马非常不习惯叶枫，两个人互怼了几句，秉持着能动手就不逼逼的原则，真广二话不说朝哲马攻去，然后不出所料的惨遭哲马手下撂倒。见此，基野立刻握紧模具，瞬移撞掉了支撑鲸鱼标本的柱子，趁着标本坠落拉起真广就跑。两个人暂时躲到安全的地方，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刚到手的模具也碎了。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叶枫曾在水族馆里的模具和曾经爱华水族馆送出的小企鹅项链一模一样。尽管基野安慰自己，这种不浅的挂件在哪个水族馆肯定都有卖，但是想起爱华说的一切皆有因果，他又不得不去多想。哲马相当讨厌叶枫，因为聪明过头，所以他是个非常循规就理的人。索布的魔法以献上贡品为代价获得力量，勉强算是一个合理的供求构造。但是像叶枫这种处于起始之树庇护下的存在，他觉得非常不符合常理。就像真广和叶枫的相遇并非偶然，常理不能用道理说清，但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常理运作。基野突然脱口说出一句不对，如果凡事皆有因果，难道爱华的死就是为了让真广拯救世界吗？真广拜托基野将敌人引过来，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基野几个瞬移将哲马和手下引到了一处展馆内，只见真广就在水箱内部，防御力场扩张炸开水箱，让所有人泡进了水里。最后真广扯出一根裸露的电线威胁哲马，如果不想在这里被电焦，就在这部下乖乖滚回去。哲马也只能含泪撤退。基野有些担心不水里哲马会将他们的行踪曝光，叶枫让他不用在意，只要拿到那个拥有特殊力量的模具，就算是左门也无法对他们出手。模具中蕴含的力量极为恐怖，所以只有这个东西被保管在值得信赖的人的手里。那个人在一族中处于很微妙的立场，而且为了躲避纷争退出了。润一郎离开之后，左门帮士也想到叶枫动手，他找到2个小孩把叶枫骗到远离贡品的深山里，却没想到叶枫在嘴里藏的东西，那恐怖到不是人的力量瞬间挖空了整座山头。只要世间常律与他同在，就没有人能战胜他。真广和基野找到了润一郎所在的公寓，叶枫嘱咐2人不要提到他的现状，他不想让对方担心。得知2人是受叶枫小姐所托来拿模具，润一郎让他们先说一下暗号，不会咬到胸部就不是胸部。小伙子，你浓眉大眼的，没想到也是个绅士啊。润一郎听说叶枫来拿东西，也没有问别的，把箱子给2人之后，让他们至少上柱箱再走。他击败的人居然是叶枫。润一郎说他确认了叶枫的遗体，叶枫已经在孤岛上和木桶一起死了。1个半月前，他接到左门的联络，回到本家。左门开口就是他将叶枫杀了，直接杀死被起始之树庇护的叶枫是违背时间常理的事，所以左门将叶枫用药昏迷装进木桶流放荒岛，用自然常理杀死了他。这样就不算亲自违背常理。昨天他将岛上的遗体和木桶一起回烧，叶枫已经化为了一堆白骨。润一郎亲自确认了遗体，头骨的形状是叶枫无误。左门希望用不了魔法且保持中立的润一郎能下达复活绝缘之树的指令。润一郎怀疑左门是不是真的杀死了叶枫，这不是左门平时的做法，他难道真的不怕出什么意外吗？左门没说什么，只是拜托润一郎来供奉。润一郎知道叶枫在族内受到孤立，只是没想到连丧事都要这个外人来操办。叶枫有起始之树的庇护，就算用飘灵皮也能和外界取得联系，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死去，但他只是被拜托保管了模具，今后发生的事也和他无关。真广为他真的能咽下这口气吗？润一郎想说什么，但还是什么都没说。真广和基野坐着公交车离开。润一郎是索布现在的远亲，从小没了父母被一族收养，所以既不能使用魔法，也没什么权利。不过因为
因为深受现代信任，在一族内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润一郎对叶枫来说就像哥哥一样的存在，只有润一郎不会撒谎，也不会背叛他。而现在润一郎却认为他已经死了。左门是个很现实主义的人，如果想让一族的人都认为叶枫死了，他不会用一具伪造的骸骨一直骗下去。而且叶枫断定的绝不是他的骸骨。真广调侃叶枫不会是个幽灵，被吐槽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不合理的事。话虽如此，现在发生的一切本就不合理。而就在这时，城里再次飞起了蝴蝶，果实破土而出。万幸司机和一名乘客他们栽在一起，没有变成金属块。真广让司机想活命就一直往前开，看得出左门相当着急。骨头的事先搁置在一旁，只要防御术的复活，就算他们赢了，对吧？叶枫也不再纠结，允许了人即刻前往左门所在之地，一口气击溃他们。下属奉命带润一郎回去，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不能拘泥在中间的立场。听润一郎说他想站在叶枫这边，下属准备强行把人带走。然而下一秒天翻地覆，下属被莫名其妙撂倒在地。润一郎问他，难道不知道他没有魔法，左门却对他毕恭毕敬的原因吗？他并不打算帮助左门，为了这些东西已经有无数人死去。下属提醒他，真正可怕的不是这种事，比起果实，叶枫和起始之术反而更可能让这个世界毁灭。公交车走了一半，突然漏油熄火，警告了司机千万别回去后，真广和叶枫只能徒步前行。简吉也在发消息，真广就问他是不是在联系女朋友，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他知道爱花好像有男朋友，因为在某年的情人节他买了巧克力。你说这不是巧了吗？吉不仅知道，而且还是当事人。吉的表情变了，他解释爱花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女孩子。真广也没多想，只认为吉也不了解爱花。他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放着一把缠绕锁链的冲锋枪。在索布的魔法中，如果把杀伤力高的武器献给起始之术，这种强烈的魔法会相对容易些。吉也觉得有些矛盾，保护世界常理的起始之术就在渴求着破坏性的武器。叶枫确认，如果起始之术将武器全部吸收，导致战争锐减，这样更加能保护世界的安定。这时真广突然开口说他们被包围了，下一秒一颗烟雾弹扔进来，混乱中真广被枪托击晕，只能看着吉野被人带走。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吉野设下的局，他瞒着真广偷偷和山本做了交易。山本觉得真广对爱花的感情太过激烈，而且他们虽为兄妹，但其实并无血缘关系。真广大概自己都不知道他对爱花抱有的是何种感情，但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广醒来之后，发现吉野不在身边，急得连叶枫和魔道具都不顾，跑出去找人。山本的吉野去见了黑铁兵对策本部长早河，他和山本是老朋友，因为经常委托山本做一些不能放在台面上的事。早河的祖父和索部族长曾是朋友，当魔法引发世界性的问题时，就要建立一个能在暗中做出快速反应的国家组织。他们准备向魔法使发动战争。吉野用魔具和山本换了2颗烟雾弹和一把枪，之后又和早河讨论一下作战计划。部队预计在2天后开始进攻。真广和吉野准备趁机从背面进入结界，而就在这时，真广找上门来了。周围的士兵根本不是真广的对手，而且为了救吉野，甚至连魔具的损耗都不顾了。见势不妙，山本立刻开车就跑，毕竟明面上他们可是在绑架吉野，害怕真广把事情闹大，吉野只好选择跳车去见真广。见两人离开，早河下令让部队撤退。好不容易逃走，两人都累得不轻。吉野问真广为什么要来，真广回答这需要理由吗？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拯救吉野的。两人回到原地回收玩偶和模具，真广毫不怀疑吉野，或者说，就算他有所察觉，也不愿意承认，就像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被种种情感摆布着一样。爱花曾问过真广，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什么人，或者说，真广想问爱花，你能成为我的女人吗？